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那今天来简单分享介绍一下 A2 融入考试的一些相关知识，就简单的讯息。那说到融入考试呢，像我们如果是自愿融入，也就是说我们自愿想要融入荷兰，有可能是永居，有可能是取得公民。那以这个状况的话呢，以现在来说就是考 A2 程度的考试。那他已经说要改成 B1， 已经讲很久，那到现在这个还没有改，还是 A2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义务融入，就是有可能娶荷兰人或嫁荷兰人到义务要融入的话，这个规则就是 B1。那在我们等一下后续的介绍都是 A2 程度的考试的范畴。A2 考试像融入考试，我们有听说读写 KNN， 就是那个社会常识。那还有一个 ONA。那听说读写 KNN 蛮好理解的。ONA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？然后 ONA 的话，简单来说，它就是要证明你有在荷兰可以工作的能力。所以像我们在荷兰有工作，好像满1年就可以直接上它官网去申请豁免。哦，是半年还是1年？好像半年还是1年。哦，再看一下。他要做什么动作吗？不用，几乎我记得就是点一点，然后他过几天就说通过。他怎么知道你有工作？哦，政府知道的事情可多哦，所以你只要点一点，然后都不用输入什么东西啊，他就我也没有给到我公司的资料，我记得很好，按一按就过。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它就像是你要准备去面试的样子，你要准备一些备审资料，先提供给他，然后要再约一天去现场，他用核问跟你做类似面试、模拟面试的感觉，对，像你真的在找工作一样。然后那我现在还没有工作，所以如果我要么2个，如果有考到有考 ONA 备考过程之后再分享给大家，要么就有找到工作，然后满1年，我这一科就过了。对。然后好像有第3个捷径是，好像有要交钱，也不是啊，就是说你花钱然后去，有点像是上课，然后他一样，好像听说是老师一样会教你怎么写那个 ONA 的8张卡。然后后来教你怎么面试，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，他会帮你递交你的 ONA， 然后后来可能会被推荐人改一改，然后再等于在这过程当中，你是已经就在经历过这过程这样子。那现在先讲讲报名考试这件事情，就是第一步嘛。那报名考试其实你到 DUO 用你的 DigiD 去登录以后，你其实是没有办法选 A2 或 B1， 它就是根据你需要考什么样的考试。就他会自动把你带出来就对了。对。然后你就是自己去选说你要在哪一个城市考，然后哪一天考，然后你要考什么科目。所以简单来说就是5科是分开的，你五科要同一天考，要分开考，就看有没有那天没有考试，就都可以自己安排。对，他点进去之后就是先秀出考科嘛，然后日期，对，然后地点这样。然后我记得那个网站上有一个 bug， 好像是你来回操作太多次，还是翻译成中文之类的，会触发这个问题，就是你突然用一用会。所有考试都没有办法选，就是你选了哪一个城市、哪一个时间、哪一个考科，按确定搜寻，没有考试，这时候你就以为全部已经爆满了，就没有名额了，因为每一场考试人数有限嘛，但其实你重新操作一次就会跑出来。大概2024年中年底的时候，那时候有风声说要改成 B1， 所以考试就变得很强，就是很容易就额满。不过现在这个风声已经过去了，就还蛮容易报名的。报名考试的当下，你就要付1科50欧，对，就是直接要付款。然后我记得是在考试日期到之前的2周前，你都可以改时间或者是取消。所以你一旦进入了2周后，你就是不能改。但是好像它是有写说，如果你有特殊的生病的状况，是可以再申诉的。但感觉是蛮麻烦的。因为像我到考试前2天突然流感，对，那时候我就想说硬着头皮上了，不太敢去跑那个流程。然后再来就是大概在你考试的前1周会收到通知信，上面会有你的考试的考科啊、时间啊，然后哪一个教室的这样的资讯。然后那一张通知信建议是要带到考场去。官方网站上面除了所有的你融入考试的规范。像说什么样资格、什么样身份的人考什么样子的考试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考科，然后跟那个等级之外，它的那个上面有个很重要就是考古题啦。对，那个资讯我觉得是无论你现在程度怎么样，建议大家都是一定要做一下考古题，你至少熟悉那个考试的界面，然后它的方向，然后它的考试题型，然后还有它的每一科的时间。长度，对，我觉得蛮有帮助的。时间最紧的应该是听力跟口说，那对我们来说是这样，没错。其他
题目其他都还好。听力跟口说，这2科是我觉得时间真的很紧，然后其他是偏松。我们是在我们这个附近的考场嘛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考场都这样，它就是一个建筑物，然后进去之后，其实它就蛮单纯的，它就是排了很多座位，然后就你很快的可以看到医院柜台，报到柜台，那你就是报到完之后，你就可以找个地方坐，然后你也可以找那个置物柜，然后是免费的，它旁边会教你怎么使用这个置物柜，那你就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之后，那找个位置坐下来，旁边有厕所，也有免费的咖啡机可以使用，记得要带杯子。对，它考场的那个通知书上面有写说，就是你因为什么环保关系或者什么时候开始，你要自己带杯子，然后自己可以去装咖啡。然后环境大概就是这个，然后就是考场就是等开放的时间才能进去。所以就也对啊，蛮单纯的一个空间的。考场没有，我不确定能不能吃东西。我午餐是去外面吃的。可是我看到有一些人会在那个等候区吃一些小饼干。我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，但应该不要太夸张，应该都还好吧。然后到了考试当天的时候，假设你同一天考了3科，一天只要 check in 一次。所谓 check in 就是到主柜台去，那有的会跟你要那张通知信，有的时候好像又不会。反正你一天就是 check in 那一次。但柜台旁边是有那个告示牌，是说你应该要带那个通知信，没错，然后跟你的 ID。OK， 对，还有你的 ID 居留证。我有遇到有人，他都已经进去教室考试了，然后考官跟他说，你刚刚是没有 check in，就是好像漏了这一步，但是时间就已经到了。那考官就是容许他说，那你考完再记得出去 check in， 好像也是 OK 啦。但不过标准流程就是你应该先 check in。对，在考场啊，大概在考试的前10分钟左右，就不一定看他考场准备好了没。前10分钟左右以后，会有考官出来，就是请大家可以进去了。然后这时候也不用紧张，因为其实先排队进去只是先验证件，验完证件就在座位上等，等到时间到才会一起开始。所以你先排队后排队，晚一点进去早一点进去都没有差。所以后来我们考比较多次，后来就是他叫了才开始慢慢在收东西啊，上个厕所去排队，然后慢慢进去。进教室的话就是带着你的证件，然后证件它是有规定要放桌上。对。然后刚刚讲到的那一张那什么通知信，超多人带的。然后超多人带进去后，他都跟你说那个不需要带，或者那个他就请你收起来就对了。反正那个通知信是不用带进教室的。神奇的是，他都会叫我把眼镜拿下来，然后这样动一动给他看。其实我不太知道你要看什么。看是不是太阳眼镜吧？因为不是有些是变色的吗？不知道，或者现在有高科技的印子在上面。然后进去以后，一样会有一个考官跟你验身份，然后跟你讲你是哪一个座位，这样子。对，有指定座位的。然后原则上所有的考试规则在通知信都有蛮详细的规范。原则上也不会什么太多不一样的。对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那考场教室里面就像一个电脑教室，有 OA 隔板的电脑教室。对，就像一个电脑教室，没错。然后旁边挂了耳机。对，然后那个萤幕蛮深的，就是我自己工作习惯萤幕拉很前面，但它拉不动。所以坐大久了蛮累的。我里面所有考科里面只有写作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写作会需要笔。那笔的话会是在你进到考场里面的验身份的时候，他会给你笔，所以你什么也都不用带。对，那他不会给你立刻白，所以你只能用涂改的方式。对，那写作就是在纸上用手写作答嘛。然后他的那个考卷是放在你隔板的那个旁边有一个资料夹上面，然后他等到时间到的时候，他才会通知大家你可以把它拿下来了。那其他的考科都是用电脑作答。所有的考科在考试之前，考官都会在前面，然后讲解今天是考什么，然后你不应该带什么，考试一些规则，考场里面的规则，然后都会带着大家做示范题，对不对？做一题示范题。最有趣的是，在考场的所有官方人员讲都是和文，我几乎都听不懂。然后还有口说，我觉得也比较不一样。因为口说有用到那个麦，然后口说考试它会特地排成类似梅花座，就是我那一场是这样梅花座。我们口说也是梅花座。对，所以避免你在讲话的时候会干扰到其他人。大家在答题口说的时候，我自己的感觉没有我想象中干扰这么严重。我会耶。你会哦，我只会蛮 focus 在我自己的状态下面。我不行，我一开始可能很不在状态内，我口说的时候一开始很不在状态内，所以我就一直都听到
旁边人的在讲话的声音。对对对，我蛮可以专注，然后我也蛮敢讲，然后别人听到我有那个芥蒂。口说我录完我可以自己播放听听看嘛，然后我发现它的录音的功能蛮强的，不是强，就是周围的杂音它都收得进来。那它并没有让你的声音变得很干净漂亮，所以尽量讲的时候你要大声，然后有自信，即便你知道是错的，你要讲得很大声有自信。考场讲完了吗？那接下来考完之后，如果是电脑阅卷的，就是那种选择题的东西，大概1个礼拜内你就可以收到官方的实体的信件，知道你的成绩。那在那之前，其实你登录官网也可以先看到你的结果。这指的是像说阅读、KNN、听力。对。然后像写作跟口说这种明显是人工阅卷的，大概就会在3周之后左右才会收到结果。然后这2科即使同一天考，也不一定是同一天拿到成绩，就是看因为它是人工嘛，对，有可能一个人改比较快之类的。然后刚刚讲的这些考科，如果全部都考过的话，也会再收到一个纸本的文凭。以上就是 A2 融入考试的相关资讯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就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See you，拜拜。